四哥仍需要休息，若明日去皇陵，又免不了一番车马劳顿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之前已经答应六弟去了，不想让他失望。而且，我也想趁此机会，解开跟母亲之前的心结，这样大家都安心。你说呢？好吧，那你也得答应我，等看完孙夫人回来，必须得去一趟三九堂，让我师兄好好给你诊诊脉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三宝，去拿些栗子过来，我与殿下剥一些，明日给孙夫人带去。好嘞。还是你最懂我。是不是婉儿错了？希望还来得及回头。到皇陵，大约还有1个时辰的路程，我们稍作休息，便可以出发了。守江山如画，梦一场酒入烛花。给我。他曾说过的放下。勋哥哥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是在山林里的墨然轩，你晕倒在近旁，而我恰巧路过。是啊，打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，你就在照顾我真的很感激。婉儿客气了，你在我心中就是最好的朋友，最亲的妹妹。婉儿，我和空城都非常喜欢你的陪伴。若你没有久居之所，在献曲之后，我可以接你回三九堂。不知你愿不愿意？我知道勋哥哥的好意，但是久居三九堂也不太合适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好，若你有需要，随时来我三九堂。嗯。相识这么久，勋哥哥好像从未单独听过我的琴音。趁着这月色，我为你弹奏一曲可好？好啊，荣幸之极。一盏春舟流下，看一生执别落花。他不愿再想起他，许情话。是谁说无心便潇洒？无言也却自编自画。回眸处却无他，一个人辗转徘徊月下。或许他会怕。来来来，刚出锅的鱼，真是太香了。哎，我来吧，看你摆的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怎么还没来呀？夫人，
您别着急，他们已经在路上了。母亲，很快就殿下，来了。殿下，他们来了！来了来了！小心！四哥，孙氏参见母亲，快快彭城请起。我还是您的康儿。康儿，母亲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你能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儿子也是一样。李妃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多谢夫人。三宝，母亲，栗子，康儿还记得这个。母亲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把这些花草照料得这么好。只不过是一些乡村野趣罢了。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这首诗还是小时候母亲教给我们的。是啊，现在想起来呀，那个时候也像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们俩一左一右，咱们围坐在一起，风吹着这园子的草木，真是太美了。你们两个那个时候真是太淘气了，整日的跑来跑去，一刻都停不下来，真的是每天吵得我头都疼。哎，康儿，快来！你看啊，母亲给你做了一道你最爱吃的菜——快鱼纯羹。来，哎，母亲，我自己来吧。四哥，我来你就别客气了。母亲为了给你准备这道菜，提前2天就让我到河里去抓鱼。快来尝尝，好不好吃？好。好吃吗？好吃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对，小时母亲喝候的味道。好好好，那多吃啊！快快，动筷子。康儿啊，怎么样？好吃。多吃点儿。母亲，来，留地。好，多吃啊。好久没有见到夫人这么开心了。你照顾夫人有一段时间了，她身体怎么样？就是偶尔有些咳嗽，说是老毛病了，不碍事。晋灵王也十分孝顺，总是来看望夫人。吃这个，哎这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来，这样真好。夫人总说自己能够活下来，都是彭城王的恩典。她现在每日侍弄花草，过得十分知足。只是她特别期待能够见到彭城王，现在终于如愿了。哎，你这温的是什么酒啊？怎么这么香？这是夫人亲手酿造的牡丹酒，平日从不假手于人，而且碰都不让人碰，说是要等到彭城王来了才能打开。你闻闻。果然是好酒。看来孙夫人对彭城王真的是疼爱有加。你这镯子我之前好像见过，孙夫人送你的。我把这酒送过去，一会儿还要在寿宴上献曲呢。
丽妃，你也来吧。好。真是弹得太好了。我就说吧，他琴艺是一绝。来，我们喝酒。来，我们祝母亲日月昌明，福寿安康，福寿安康。谢谢康儿，也谢谢大家。来，坐坐坐啊。觉得这酒如何呀？实在是人间难得的佳品呀。这牡丹酒啊，想要酿成也真是不容易啊。我也是尝试了多年，才得了仅有的这一坛。我特意在今天才打开。是啊，能喝上这坛酒，还是沾了四哥的光。那谢谢母亲的厚爱。春芳，给他们倒酒。是。来，康儿，这酒的性子啊，最温和了，喝多了也不会伤身子。今天大家都高兴，不妨咱们敞开了喝。好。没事。康儿，来，不醉不归啊！来，来，不醉不归。今天大家这么开心，我再为大家弹奏一曲吧。快去啊！好，他弹我们喝。啊，再来一杯。来，来，来，不醉不归哦。来，康儿，再来一杯。来，六弟，四哥。康儿啊，今天喝的可还尽兴啊！很久都没有这么开怀畅饮了，谢谢母亲的盛情。哎呀，来皇陵这么久了，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。康儿啊，真的感激你能来，让我的寿辰不留一丝遗憾。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母亲客气了。此番前来，能与母亲和六弟闲话家常，与我也是说不尽的开心。这一杯，儿子敬你。你看，今天四哥和母亲相处的多和睦啊！我之前还一直担心他们会有心结解不开，现在看来，总算是可以放下了。你是最懂你四哥的，他一向重情义，更何况是亲情呢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这样，不是都挺好的？我真的希望像以前一样，能够一家团圆。只要有这个心，
愿景定能实现。是不是感觉有点眩晕、颤抖？是，我可能真的有点喝多了。这种感觉会迅速的加重。您说什么？是不是已经觉得浑身无力了？用不了多久，你连说话都会觉得非常艰难。李哥，刘弟，不用叫了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他们是听不到的。你居然还不知悔改！刘一康，你必须死！你觉得刘弟能接受这一切吗？只要没有你，那他还能如何呀？你想怎样？今日是我的寿辰，也将是我的忌日。就算我输了，你也不一定会赢。你怎么敢保证后面都按照你设想的发生？想要你死的人不止我一个，你逃不过的。果然背后还有人。你很聪明，可惜已经晚了。医官叮嘱四哥不能过于劳累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先送他回王府。也好。李妃，请留步。什么事？孙夫人让我一定要转告你，她对之前对你做的那些事情感到非常抱歉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孙夫人不必放在心上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，这些事就不必再提了。有黎妃这句话，夫人往后便真的可以安心了。还有，谢谢你们送来的那些安神香。安神香？是啊，夫人说是彭城王府送来的，所以特别珍惜，平日里都舍不得用呢。救命啊！母亲。刘一康，放过去！母亲。四哥，母亲，夫人，母亲，夫人，夫人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放手我！母亲，救他，不能让他死！母亲，快！去占三宝，别这样！快叫医官！坚持住，母亲，医官马上就来。四哥，殿下，坚持住！殿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亲，
夫人。刘一康，刘一康！雨山，刘一康，冷静！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算你打死他，也于事无补。我不管！母亲，他竟然杀死我母亲！你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沈离哥，你若今天敢阻拦，我与你恩断义绝。就算是恩断义绝，我要先把他带走。但是，我会还你一个公道。许真，不能走！别动！你看，请郡灵王恕罪。开门！刘一康！四哥，四哥，你怎么样？他死了吗？李哥，这是一个局，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。他用他的命让我和刘体决裂，这局里不是只有母亲，背后还有其他人。李哥，千万不要慌张，保护刘体。四哥，四哥，快去三九堂！撤！夫人只是一个眼里只孝的妇人，彭城王为什么不肯放过她？为什么呀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四哥，黑血，果然没错，是新银草。新银草，他体内有大量新银草，之所以失控，就是因为体内毒性被激发所致。放心吧，我已经给他服下去毒之药，目前暂无危险。可是，怎么会中毒呢？昨日医官刚来看过，并未查出可疑。不会有错的。新银草毒性特殊，可在人体内大量潜伏。医官
探查不出也并不意外，除非中毒者被附加刺激性药物。李哥，彭城王今天喝酒了吗？今日在皇陵，他喝了孙夫人酿的牡丹酿。问题就出现在酒上。我曾听师傅在研制新银草毒时说过，以牡丹制的酒为新银草药引时，可以使心智大乱。师傅，可是孙夫人向来久居王府，她又怎么会知道如此偏门的制毒法？况且，她身边只有春芳和婉儿两个人，如何能轻而易举地下毒？师兄，师姐，不好了！外面传的满城风雨，说彭城王亲手杀死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孙夫人。大家都骂他不孝不义，枉为奸正呢。这么快，果然如四哥所说，背后有人在筹谋。李妃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查出四哥是如何中毒的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空城，你也先去打探一下，到底是何人放出的消息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好，这样，我陪你去王府查毒源。李妃，你放心去查，我们拼死也会守好三九堂，照看好殿下。对。走吧。这半年的生活，平淡、清静，太妃真的很开心。原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也没什么不好，谁料到彭城王被钱玉迷了心智，夫人满心忏悔，可他还是不肯原谅他。殿下，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的期望，他会杀了你的。听夫人的话，离开，赶快离开吧，殿下。离开。离开。我能去哪儿？离开又有何用？春芳不想你像夫人一样对他一心一意，却落得被他残害的结果。殿下，此仇不共戴天，若是不报，不留一血，何以为神？
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夫人，你为什么会死啊？他只是让我给彭城王下毒，可我没有做呀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是为什么？真的对不起夫人，我应该说出来的。是我害了你们，我应该把真相告诉殿下的。我不知道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对不起。我们分头找。彭城王杀了孙夫人一事，一早便传得沸沸扬扬了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？眼下不见彭城王人，内情到底如何？他无人知晓啊！这难道他藏起来了？彭城王杀害孙夫人一事，并非全无可能。你还记得陆远一事吗？难怪彭城王不允晋灵王接任尚书令之职，这心中始终是忌惮母子二人呐。事到如今，一个是中军之首，一个是大宋监正，这如何收场吗？这个，尚书令，尚书令，主公免礼，已经派人去找彭城王和晋灵王了。圣上召我入宫，也是为了询问此事。老夫已承诺，会竭力辅助查明原委。但眼下混沌之际，主公切莫听信传言，更不可放任事态扩大。应当先相信彭城王的清白。对。尚书令，恐怕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此事，尚书令，尚书令，晋灵王调集了健康中军，好像有什么行动。不好，快走！走，快走！李妃，不好了！李妃。李妃，大事不好了！你刚走不久，晋灵王就带人包围了整个三九堂，朝臣们都跟来了。这么快？不好，师兄，查毒的事情就先交给你。好，我一找到什么可疑的线索，马上去找你们会合。万事小心。我们先走。新隐草。
了，婉儿？勋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！这是我自制的安神香。离哥说彭城王最近睡眠不太好，让我给他备一些。婉儿姑娘。娘，风儿，梅琪，怎么样？彭城王和黎妃有消息了吗？他们现在何处？还未见到。不过娘不要着急，我立刻再去彭城王府，一定等到姐姐回来。这好不容易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，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这心里总是忐忑，我总觉得还有别的事情要发生。娘，此事定不会是彭城王所为，其中必有误会。我回去跟我爹说说，让他帮帮忙。无论怎样，先稳住事态。对，只要没做过，一定可得清白。子敬啊，这次真的要麻烦你爹了。不要说麻烦，娘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患难之时，定是要相互依靠的。好，风儿，你快去吧，你姐姐此刻一定需要家人在身旁。梅琪，郑叔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娘。少公子，您放心吧。你放心吧。娘，那您等我们回来。好。怎么回事？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彭城王真的是？带走！住手！谁敢抗命？带走！住手！退下！你们可以带走他，但是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，否则无论你是谁，都不能碰他丝毫。彭城王如今身中剧毒，人在昏迷状态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这样的他如何为自己辩白？所以，他必须要接受治疗，等他醒来，才可以把他带走。无稽之谈！你想为他争取时间逃脱罪行是不是？你想逃过大宋律法是不是？靖灵王，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遇事需沉着冷静。我怀疑孙夫人之死，绝非表面上这么简单。她不过是一介妇人，彭城王有何理由要杀她？而且，又何须自己动手，还是选择在你的面前？另外，皇陵之事发生于早晨，只有你我几人知晓。可是为何2个时辰便满城风雨，人尽皆知？你又是如何这么快的知道四哥在3九堂？你不觉得这一切未免也太蹊跷了吗？够了！我亲眼所见彭城王杀死我母亲。沈离哥，我不想在这听你信口雌黄、捕风捉影。你今天说什么都没用，彭城王必须偿命。亲眼所见又如何？我亦亲眼所见，彭城王当时神志不清，是孙夫人握着你四哥的手，将匕首刺向了自己。他以死都要污蔑彭城王，好让你取而代之。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也参与其中？靖灵王。
在这里。勋哥哥，跟我走。亲眼所见，也未必是事情的全部。目前的证据，只是彭城王持匕首，孙夫人被刺，但是如何刺中的，何以定论？我所说，只是希望你要想明白，不要枉然偏心，否则只能是亲者痛，仇者快。沈离哥，就当我不曾认识你，我不会再退半步，更不会再上分毫了。四哥，你醒了。没事，扶我起来。人确是我杀的。我无话可说。四哥，有人亲眼看到我杀了人，我再怎么辩解，都洗脱不了罪行，罪名几乎已成定局。我愿一切听从律法处置。不要再因为我牵连其他的人了。这是一个局，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，不是只有母亲，背后还有其他人。走吧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际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耳语，待天看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你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